我们的味觉灵感，往往出现在一些隐秘的方寸之地。从储藏中获得的新知，世代相传，形成习俗，雕塑了中国人的饮食文明。殊不知，经验背后是与时光对话，更是与微生物结缘，练就一双参透变化的慧眼。眼前所见，是否如您所想？打开微观世界与味觉审美之间的通道，让我们一起展开一次探秘自然善变的旅程。还有几天就是冬至，阿勒泰地区的日间气温已低于零下35摄氏度。巴赫提别克和他的兄弟正在将300多只羊赶往冬牧场。夏季和冬季赶羊有区别，冬季下雪，羊群赶得快，羊身出汗，晚上受凉，羊容易生病。秋牧场与冬牧场之间相距80公里，听起来好像不远，但赶羊跋涉却要走上3天。我从2000年开始跟爸爸一起到冬牧场放牧，当年我16岁，之前我在上学，那时候我们家在盐山一带。凛冽的寒风里，人与万物都在寻找着温暖与饱足。越过乌伦古河，地貌趋于平缓，风雪渐弱，羊群终于到达一片没有被积雪完全覆盖的草场。接下来，他们要在这里度过4个月的时光。落脚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1年1次的冬宰。这是哈萨克族牧民在冬牧场最重要的活动，更是每个哈萨克族男孩幼年就要经历的大考。只抓到一手羊毛，也许并不代表失败。假以时日，还有比抓羊难上100倍的事儿等着小巴河去挑战。这些壮实的阿勒泰马，虽然是牧民人工繁育的，但却保留着十足的野性。刹那间出手，急速中较量，这是人与自然的博弈，也是哈萨克族不为外界所知的绝技。这时，当地政府配备的一体式越冬房到了。小巴河对这间从天而降的大房子很好奇，而更让他惦记的，则是每年冬天都会出现的那顶特殊的毡房。
这是一个高3米的硕大空间，四下漏风，说明它并不用于居住。对哈萨克族牧民来说，这间毡房就是圈定方寸的冷库。4个月的冬牧场生活，平均气温零下30摄氏度。小巴和一家获取能量几乎全部依赖肉食。食用马肉是哈萨克族的悠久传统，一匹马可以出460斤左右的鲜肉，能抵得上6只羊。处理冬储肉食，年逾古稀的老父亲努尔穆拉提最有经验。趁马肉还有余温，迅速撒盐腌制，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肉食保存法。Екеуі бір қазы болады. Төртеу екі қазы болады. Алтауы үш қазы болады. 10-ы 5 қазы. 12-сі 6 қазы болады. 排骨肉，筋肉相间，汁香肥润。马肠为肋排穿上外衣，包裹住了肉汁和油脂。肋排与马肠长度刚好对应，肋骨相连，与整根马肠齐长。马肉马肠都已上架，一家人也有了过冬的底气。女主人米尔古丽承担了全家人的饮食。冬宰结束后的大餐，就靠她的手艺了。随着塔巴囊的出锅，一场以鲜肉为主角的盛宴宣告开始。库尔达克是米尔古丽的拿手菜，意为羊尾油炒鲜肉丁。出锅前撒上一把皮牙子，辛香、汁香、肉香扑鼻。而马肉库尔达克则只有在每年冬宰时才有机会品尝。在冬牧场里，蔬菜甚至比肉类还要珍贵。细嫩的羊腿肉与土豆搭配，是妈妈为小巴河特意开的小灶。吃完这餐鲜肉，接下来的艰苦冬季，就要仰仗那间储存着希望的毡房。接近零下50摄氏度的极寒，使细胞内的水分结成冰晶，微生物和酶的活力也因低温被抑制，肉品得以在这方寸间长久保存。在毡房里点燃梭梭树枝和柏树枝，每天熏3到4个小时，持续整整1个月，既加速了肉类的脱水干燥，也带来淡淡的烟熏味。赶上阳光和煦的日子，米尔古丽便会徒步前往羊群不会踏足的干净雪地，取雪化水。此刻，马肠已经干透，只留下一层薄可透肉的肠衣。封存其中的肉骨和金色的脂肪，
被煮沸的血水逐渐释放，融为一锅喷香的肉汤。用原汤煮熟面片，掀开弹韧的马肠衣，沿骨片出挂着肥膘的肋排肉。这独特的美味，是一家人安心过冬的能量场。在明年转场的时候，我的妻子都和我一起。有时候会有意外，我们不离不弃，一起渡过难关。这一顶毡房，给人们带来对抗极寒的勇气。落脚虽然短暂，希望却已扎根。在这片严苛的环境里，中国人被激发出的保鲜灵感，经年累月的传承，幻化出自然界中难得的味道。贺龙湖畔，水网通达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生态鱼塘。一只冰的这塘鱼已经养了2年多。进入腊月，终于到了开盲盒的时候。来，比呀！此时的气温接近0摄氏度，被清冽的湖风吹上5天，鱼肉并没有完全脱水，但却为接下来的蜕变做好了准备。鱼塘边的这间小屋，四面无窗，面积不足5平方米，却是创造美味的神器。烟气与热流在熏房内穿梭游走，带走鱼肉中剩余水分，又将烟熏气息渗透其中。5天之后，鱼肉脱胎换骨，油润如蜡，红艳似火。稻香、鱼香、焦香、烧烤香，这复杂的气味，又岂止烟熏味一词能够概括？湖南人用烟火气激活了冬季，百般物产皆可辣。生活在洞庭湖区的老渔民，习惯在那个辞旧迎新的夜晚，取10斤以上大腊鱼的鱼腩肉，搭配土腊肉，不加任何修饰的辣味合蒸，才是最地道的湖区记忆。烟熏味觉诞生于我们保存食物的智慧——脱水干制。这是一种古老的饮食文明。在西周时期，就已记载了掌管干肉制作的腊人职业。在油鲜制干的过程中，我们慢慢发现，那些奇妙的香气，往往来自微观世界里的变化。猜猜看，这是什么？友情提示：它与一种水果有关。11月的内江，晴天里也笼罩着一层薄雾，但有一种色彩，却在冬季的阴冷底色中格外显眼。此时的它们，红袍加身，体态丰盈。川红菊，中国最古老的菊科品种，栽培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。
要实现长期存储，需要阳光与时间的联手。晾晒时，橘皮内部就会上演一出天地玄黄的大戏。果皮纤维收紧，油囊抖擞精神，释放出独特的芳香。这是干制带来的意外惊喜。而这灵光一现的气息，也在百菜百味的川菜中留下惊鸿一瞥。相比广陈皮的稳重醇和，川陈皮香气清扬。这一抹橘香和一丝微苦，在川菜的麻辣底色中跃动着更轻盈的脚步，定义了独有的陈皮味型。咸甜麻辣酸鲜香，由经典7味构成的怪味味型中，增加一味陈皮，锦上添花。四川人将干制橘皮作为味觉的调剂，而在有些地方，干制品却往往在餐桌上扮演主角。海鱸魚，呢個係咪海鱸魚啊？鱸魚哦，一斤有幾多頭啊？42隻到啦。42隻。哦。在香港，这条老街的方寸之地，容纳了100多家干货店。这些店铺大多是家族传承。我喺呢條街都工作咗73年。我爸爸做開啦，以前，由60年啊到依家，到現在。海味街并不是地名，而是约定俗成的称呼。它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末香港开埠时期。海味生意原本是广州13行的主营业务之一。时代在发展，海味街的干货也渐渐丰富。在高速运转的香港，留下一段香飘满城的慢时光。所以我個工作好自由，好成嘅。干货延长了海鲜的美味期限，而千百年来，中国人重启干鲜的智慧，打造出味道和口感的升级，滋味在方寸之间蜕变。广东人习惯将干制鱼鳔称为花椒，它是广式煲汤中举足轻重的材料。封存了鱼鳔的鲜味，再加上时間的陳化，無論高低品質的花椒，都需要過硬的泡發技巧點化。海味嘅泡發時間咧，每樣嘢都唔同。花膠咧就用薑葱去泡，去到嘅鮮味。在80攝氏度的姜葱水中，花椒漸漸舒展，再用冰水泡製一夜。既恢复了柔韧，也锁住了养分。褪去干货之姿，超过80%的胶原蛋白复现冻龄之美，呈现诱人的弹韧丰腴。而鲜美滋味的加在，还需要4个小时的隔水慢炖。这是抚慰人心的深夜食堂，更是一座城市无法静音的岁月欢歌。由鲜转干，以干存鲜。时光的流转中，我们成为了大自然的学徒，参透食物保质的诀窍，在方寸之地，借自然造化。中国人凭借偶然得知的食物灵感，找到了开启新次元的钥匙。微生物。
州整鸡蛋都是这个豆腐坊来的，那这个豆腐坊。山谷间的这家豆腐坊，藏在村里的角落。自己多买点咯，下次。都炸的，都炸好的。我给你炸毛家。你的家4号家，就是数量不多啊，就是数量不多。好，下次再来。哦，谢谢。要提前预定一下，或者说提前拉关系啊，我们做主啊，这里给我们囤点货，我们才有的卖。这个箱子有货就能做了，好啊。只有他能做这个，他会做，那是老师傅。豆腐坊里隐藏的招牌美味，只在立冬之后的3个月限量销售，主人的快乐却不限量。老周家最紧俏的隐藏美食，并不是鲜豆腐，而是做豆腐留下的副产品，所以他家的黄豆必须要去皮。不脱壳的那就粗糙，做起来就不好吃；脱壳的，你握得烂些，就好吃些。从小我父亲做豆腐啊，我跟他学啊。家里做豆腐的手艺传了3代，自然驾轻就熟。3年前，老周做过一场手术，腰不能受力。这些巧妙利用杠杆的工具，都是老周自主研发。每一个高手的诞生都有原因，乐观和好学是老周的制胜法宝。小店里的一招鲜，所用食材是挤完豆浆后剩余的下脚料——豆腐渣。豆渣吃完就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。他打豆腐的时候没做过多少豆渣，因为他也做不成了。像我豆渣原来不是一次性做得出来的。很多时间要失败。放那个火，如果太大了，那会烧糊啊；太小了也不行啊，那炒不关了。褪去荣华，沉淀谦卑，豆腐渣重获新生，从弃之无用到化腐朽为神奇，中国人的智慧总在平凡中诠释不凡。在老周看来，将豆腐渣炒到刚好干透而又不焦，才能为下一步做好铺垫。一般还是有一点点技术嘛，但是有些东西讲不出来。这就是经验，这种摸索出来的经验。此时外界温度接近0摄氏度，按照老周的经验，利用炭火将室温控制在15摄氏度左右。4天后，豆腐渣的表面就会出现一层乳黄色的绒毛，这说明飘散在室内的微生物已经扎根。现在基本上来说，失败的还是极少的，一般是没有的。此刻，豆腐渣就是微生物的一方战场。粗壮麦纹孢菌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一种真菌。它借助高粗纤维含量的豆渣与合适的温度，发酵产生类胡萝卜素，呈现出醒目的橙红色。在室外，这种红霉菌的生长往往被杂菌干扰，而这间非请莫入的控温小屋，孕育了大量优质菌群，让老周在巧合中创造出一个微生物永续的方寸之地。这些微观世界的美食窍门，不源于书本理论，也不仰赖前人经验。
而是在偶然的灵感中萌芽，与经年累月的尝试中生根开花。如今在村里，只有他能做出橙红尽染的梅豆渣。我这个豆腐豆渣呀，回收全国好多地方都有，都要等托运呢，把它寄出去，自己带进去。豆瓣一打地大响，担子不把排底讲，所以我的豆腐做得好。我这一天天在外面跑，就从这里我就学到一岁就到老，知道了吧？发酵豆制品富含游离氨基酸，与鱼汤搭配，能提取出浓郁纯美的菌香。这一块块经历蜕变的豆渣金砖，口感像极了午餐肉，浓郁的鲜味比肉更上一层楼。而在老周家却只有一种吃法：干辣椒与猪油，直烘出湘北山区特有的质朴。老火塘里沸腾的不只是滋味鲜辣的豆渣汤，更是对待生活的笃定乐观。其实我也是个喜欢笑、快乐的人呢、哪怕就是没钱也没饭吃，我也是早也快一说话就笑。在日复一日的成功与失败中，我们摸透了微生物的脾气，沉淀出烹饪智慧。百千妙门，同归方寸。河南陕州，当地人的饮食中，柿子醋是每家每户一日三餐的忠实伴侣。妈，你回来啦？嗯，跟我吃饭。滚水泡馍。来，泡馍粥。看看前线咋样？可以。那预估都说完了？说完。卢俊慧和婆婆生活在地坑院的窑洞里，此时临近霜降，农忙也进入收尾阶段。这座深达7米的地坑院，继承了5000多年前仰韶文化时期的居住方式，容纳了卢俊慧一家3代人生活。接货来！啊！窑洞民居的设计不断进化，但恒温恒湿、冬暖夏凉的特点一直没变。和往年的这个时候一样，卢俊慧在自家果园拍下几张照片，向远在外地的爱人李明辉发出了召唤。妈，我不如和聚会一起吃完饭再睡去。不论在外多忙，李明辉也总会在这个时候请假回家。霜降，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，在昼夜温差变大的刺激下，果糖凝结，柿子表皮泛起白霜，代表此时的含糖量已达到最佳。你看，霜降之后，它这个上面柿子上面这层白霜越来越多，这就是天然的醋酸菌。它酿醋的时候就靠它。
一般发酵2年的柿子拿去蒸馏就是酒了，但是做醋还不行。这个时候确实比谁手艺好了，擂醋擂得好，醋才地道。当缸内的水泡声越来越稀疏，李明辉知道淋醋的时机到了。所谓淋，意指酿造；淋醋是混入麦秸，反复翻搅，杂质被吸附过滤，同时让醋胚和空气充分接触，促进氧化发酵，也让芳香物质加速累积。得反复擂醋至少9次，然后再有1年多的日晒和冻藏，醋也清澈，口感和风味就最好了。酿醋脱胎于酿酒，中国人的食醋历史超过3000年，而舌尖五味，酸字当头，不仅在于它的古老，更在于它独特的味觉张力。我们老北京的这个米醋啊，用的都是固态发酵，口味呢比较柔和，特别适合用来做这个醋溜啊、醋爆这样的菜。在烹饪中加入米醋有一定之规，通常在出锅前烹上一圈锅边醋，芳香物质瞬间释放，激发出令人口舌生津的酸爽锅气。一般我们在家里边食用的醋都是3.5到4度的醋，糖醋鱼了是用的6度的老陈醋。在吃醋这件事上，山西人从来不遑多让。6度的老陈醋，发酵时间长达6到10年，在浓稠的糖醋汁里，既贡献了酸，也将谷物发酵带来的滋味进入其中。闽南的醋就是轻微的酸，到嘴边有淡薄回甘。一向口味清鲜的闽南人对醋也有自己的追求。产自泉州的永春老醋，因为用糯米发酵而自带甘甜。伊咱是醋吧，就是醋去掉破坏这肉的纤维，较袂遐涩。以醋入菜，借酸提味，在各地餐饮中有不同表达，纷纷留下了名中带醋的舌尖标记。对于李明辉一家5口来说，酿醋的时节也是团圆的日子。慢点啊，哥哥。那个慢点。卢俊慧和婆婆总会包上一顿饺子作为家宴，而在静谧的醋缸里，还有一宝呼之欲出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柿子醋叶面凝结成膜，慢慢越结越厚，状如肥肉。有人叫它醋衣，也有人叫它醋盖。它能不能吃？简单来说，它就是柿子醋的精华，由优质的微生物蛋白和大量纤维素凝结组成。把它切丝凉拌，是一道独属地坑院的隐藏美味。一座深院，人、空间与微生物取长补短，相带而成，就像熟肉一样，我看着。可对。这个平时我吃凉皮的时候都这样。我平常感觉嘴里没味，我就喝醋，没吃过盖。妈妈最能吃醋，知道了。不咋。妈妈号称是醋坛子。我们尝试驾驭微生物，微生物却启发了味蕾。在发酵的方寸天地里，微生物以千变万化酝酿食材，换新口味，于无声处
丰富了中国人的舌尖趣味。绍兴，繁盛千年的富庶之地，时间为这座城市化育出江南风骨与万千风物。来绍兴一定要吃枣糊。与酿造有关的味觉智慧，已经在这方水土流转千年。汪亚萍，绍兴当地为数不多的女酿酒师，她最中意的一种味道，来自于酿造黄酒的副产品。黄酒糟通常会残留10%左右的酒精，甜鲜微苦，以自带丰富滋味。加盐继续发酵，就能激发出厚重的糟香。3年是状态是最好的。这一酒糟就算是熟化了，成熟了。陈化3年以上的香糟，酒气几乎散尽，但却具有极强的发酵气息。绍兴人喜欢用它烹调五花肉与猪下水，以糟香复味。抹上一层薄盐，不加任何香料，包上纱布，埋入糟泥当中。香味浸透需要10天，而这种滋味的出处，却要从最热的夏季开始说起。8月的绍兴湿热难耐，剑湖上的一叶扁舟打破了清晨的宁静。下湖取水，进山寻草，绍兴的每一位酿酒师年年如此。出点眼小去撒起来。很辣很辣。这个红根呢，就是我们正宗的做酒药用的，辣椒草。绍兴黄酒的所有香气，都以8月作为诞生的起点。酒香的基因，来自辣椒草、剑湖水与糯稻混合而成的酒药。我们家有3姐妹，我从小就喜欢这个手艺，所以我爸爸就传给了我。一个年好这个，一个年好子，就是更棒了，更棒了，更棒了。酒药成丸，入缸发酵。辣椒草的生长素辅佐微生物疯狂生长，这是味觉的第1次蜕变。4个月之后，绍兴人应时开启冬酿。秋收糯稻，蒸至飘香，趁热落缸，半曲。由此，第2次香气蜕变正式开启。在长达6个月的复杂工艺发酵中，微生物经历裂变、成长，赋予糯饭温度与生命力。一个个微小的气泡，讲述着酒酿由酸及甜、由甜而香的故事。直到谷物蛋白质被分解殆尽，转化为幽醇曲香，微生物使命达成。压榨黄酒剩余的酒糟，虽是做黄酒的副产品，但酒糟利用好依然是个宝。进一步发酵3年之后，可以让糟上10天的家常荤食，幻化成不醉人的神仙酒肴。
糟肉就吃起来的时候又有那种酒香味，又把肉当中的这种腥味就去除掉。而在相距200公里的上海，糟香却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。用黄酒将糟泥卸开，再加桂花蜜补充甜香。这种做法叫吊糟。一夜过后，香味正好，只需将各种食材煮熟，以吊糟汁浸泡即可。水产鲜味依旧，鲜蔬咸香适宜。湿糟法让酒糟后食物增添了温润。哦，妈，今朝做搿只菜啊？哎，今朝做招呼呀，天热了。蛮好蛮好。哦，搿天热吃老适宜，侬讲是伐？今朝阿拉就吃搿只菜。哦，好呀，天热呀，对伐？咁么我现在拿文字笔写出来，对伐？否则你搿一位随时记录烹饪心得，这似乎已超出了普通主妇的行为范畴。年过80的胡丽妹，有着60多年的从厨经历。那个时候就是女的理发师、女的飞行员都是第一代的吧，那么我就是第一代的女厨师。这就是刚进饭店，19岁，大辫子不方便，长头发讨厌，就把它绞了。绞了以后嘛，我再去照了一个相，弄了一点点刘海，就这样。虽然早已退休，但胡丽妹宝刀不老。一道至今名震江湖的拿手菜，与她的吊糟汁是绝配。这个黄鱼哪能买法啦2个块1斤，喏，搿只刀没肚皮的。没肚皮，现在要没肚皮的。这虎牙是不？啊，好，好，搿2条可以。再来阿姨。啊，谢谢啊。胡丽妹经常会在社区的厨艺教室里义务教学，来听课的都是喜欢烹饪的普通市民。从入行到现在，她主攻的一直是鲁菜，其中招牌的糟溜鱼片，投入心血最多。退休之后，荣归故里。胡丽妹把食材改鲤鱼为黄鱼，在她看来，鲜嫩的黄鱼和醇厚的吊糟汁更显融洽。那么我们这个呢，就是用蛋清、生粉来上酱，这个就像跟小孩洗澡一样。7000人大会到北京去了，那么这个是我们炉灶的那些师傅，7000人吃饭就这些人烧的。厉害吧？4菜1汤，简单。你看，这是栗子肉，对吧？女同志没有这个劲的呀，只有炉灶上的人才有。虽然换成了小灶小锅，但鸡肉技艺依旧完整。微火融化的猪油里，鱼片微卷，汁香浸润。滑至6成熟，糟卤登场。自带桂花甜香的糟汁，让这道经典北方菜有了江南的婉约。鲁菜里面最难学的就是大翻勺。这糟溜鱼片，你看也不能动的，就是大翻勺。你这个拖的时候不能这样去拖的，你顺着它的自然的倒过来的时候，再这么把它接住，很柔软的。
小小方寸，演绎万千滋味。时光流转，见证世事变迁。中华厨艺，一粒藏天地，一壶纳40。从微观到宏观，看看您是否也有一双参透方寸的慧眼。美食之美，不止于口舌之欢。肉眼不可见的世界里，才是中国人顺应自然、道法天成的大智慧。